大家好，世代流传的老话里隐藏着古人的智慧，只可惜由于年代久远，很多古文被人严重误解，再不纠正害人不浅。许多人望文生义，拿错误的道理指责别人，或是给自己戴高帽。这10句老话的真正含义，你知道几个呢？一起来看看。1. 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这句话中的无后，很多人都认为是没有后代的意思，这是不对的。完整版的句子出自孟子《离楼章句上》。孟子曰：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顺不告而取，为无后也。意思是说，不孝顺父母的事有3种，其中以没有尽到后辈的本分为罪。古人结婚讲究要有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舜在娶妻的时候没有禀告健在的父母，就是没尽到做后辈的本分，是不孝的行为。此外，3也是个虚数。孟子总结的不孝实际共有5条：一是4之懒惰，不问家事；二是酗酒聚赌，不务正业；三是吝啬钱财，只顾老婆孩子；四是放纵声色享乐，使父母感到羞辱；五是逞勇好斗，惹祸连累父母。2. 量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。这句话广为人知，似乎鼓励大家要心狠手辣，其实并不是。被讹传的部分就是这个毒字。句子的出处是关汉卿《望江亭·中秋切块》第2折，原句为量小非君子，无度不丈夫。后半句的度与前半句的量相对应，意思是说要有足够气度和雅量，才能称得上是君子和大丈夫。从度讹传为毒，完全违背了中国人堂堂正正的价值观，无非是一些阴险小人在寻求自我安慰罢了。3. 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很多人都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，难不成是把男人比喻成鸡和狗吗？未免也太不尊重人了。这句话出自卖油郎独占花魁，原句为嫁起随起，嫁叟随叟。封建社会认为女子出嫁后，不论遇到何种情况，都要与丈夫和谐共处，恪守妇道。即使嫁给了乞丐，或者是年龄大的老人，也要随其生活一辈子。4. 舍不得孩子，套不住狼。这句话听起来有点恐怖，怎么能拿孩子去套狼呢？在我国四川方言中，鞋子的读音就是孩子。这句话最早是舍不得鞋子，套不着狼，意思是要打到狼，就要翻山越岭的去追赶，很费鞋，连一双鞋的代价都不想付出，自然打不到狼。5. 3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。这里的皮匠实际上是皮匠的谐音，在古代皮匠的意思是副将。这句话的意思是3个不怎么聪明的副将，其智谋也能比得上诸葛亮，寓意人多力量大，众人拾柴火焰高。老百姓不知道皮匠这个官职，才误传为皮匠。6. 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对于这句话的误解，关键在于为字的读音。为念作为，读第2声，是修为的意思。现如今人们却读作第4声，当作为了来解释。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，如果做人不修为自己，就会被天地所不容。7. 无奸不商。古时候商人卖米，以升斗做量器，在量米时会以一把红木戒尺削平升斗内隆起的米，以保证分量准足。银货两器成交后，商家还要再多舀上一撮米做天头，让斗里的米冒尖儿，
尽可能的让利于民。后来随着时代发展，逐渐演变成了无奸不商。这句话的意思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不奸诈就不能做商人，实在是世风日下，违背了古人的初衷。8. 以德报怨。这句话的原文出自《论语·宪问》，孔子曰：以德报怨，何以报德？如果用恩德来报答怨恨，又该用什么来报答恩德呢？所以应该是用正直来报答怨恨，用恩德来报答恩德。盲目的善良只会助长恶人的爪牙。9. 王八蛋。八端又称八德，是孝、悌、忠、信、礼、义、廉、耻这8种做人原则的简称。忘八端也就是忘了做人的根本，后来却被讹传成王八蛋。10. 两肋插刀。相传秦琼、秦叔宝为救朋友，曾染面涂须去登州冒充响马。路过两肋庄时，面前出现2条路，一条路去历城，可以回家看望妻儿老母；另一条路去登州，要为朋友冒天下之大不韪。秦叔宝义薄云天，他最终还是为朋友去了登州。时人称他是两肋插刀，义气千秋。好，刚才分享的是被误解的10句老话。来源网络，感谢收看。